高中没毕业的话，就去北京，能有什么发展？北京本科、研究生毕业的一大堆。其实就是我特别厌学，然后学习方面就觉得与其坐硬板凳在教室里边，还不如多出来社会积累经验。然后还有方面就是父母的原因，感情方面他俩就是出了点矛盾那时候，然后心里特着急，就想着赶紧来北京陪父母什么的。解决。你父母在北京，你在？我那个时候在东北哈尔滨读书，跟姥姥姥爷住在一起。你当时的学习成绩好吗？还不错的，在班里面算1、20名吧。当时他学习成绩是挺优秀的，而且就是很多女生都追他，然后属于那种学校特别风云的人物。其实我们俩相识的时候也是挺巧的，就是因为他在学校门口欺负我班男生，然后我就挺爱打抱不平的吧，我就觉得他干嘛总是欺负小同学啊，欺负我班男生，长得特别矮。比他矮了1头吧，然后我说你怎么着？我说你干嘛欺负我班同学呀？没想到就是在这之后，他就喜欢上我了。然后之后1年之内，他一直在追我，在我同学那儿打听我不吃早饭，然后胃口不好什么的。每天早上都是买早餐，然后送到我们家门口跟我一起上学。那时候觉得这女生挺正直的，然后就慢慢喜欢上她了。好好读书，你早恋就早恋嘛，怎么学也不上了？后来你是不是也跟他一起辍学不上了？对，那时候也做很激烈的思想斗争，毕竟没有什么文化，到北京没有什么发展，然后跟父母也商量过，他父母极力反对，说我要去北京找他的话，就别再让我进那家门了。但是我还是决定要过去，然后到现在父母也没再给过我生活费。哎呦，等于你为他放弃了学业，对吧？对。当初是他为我放弃学业，我觉得挺对不起他的。然后那个刚来北京那会儿，大夏天的，我陪他一起找房子，晒得我那个皮肤过敏，满身起疙瘩。然后对他不好嘛，每次都是从家里拿零用钱。然后后来找到工作，一个月挣了1000多块钱，那个先交了房租，剩下就是没有什么生活费了。每次都是我先贴补他。我刚来北京那会儿，然后特别难，工作也不好找，他就拿他家人给他的零用钱还有生活费来给我支付房费。那个岁月，我相信虽然艰苦，但是在你们的心里还挺美好的。今天为什么来这儿呢？今天来这儿就是因为他工作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小三儿。什么小三儿啊？你们俩那么暧昧的动作我都看见，还不是小三儿？聊天记录我都看见，你换了多少个电话号他都知道了。是，那因为我工作关系啊，他是我的客户，他能不知道我手机号吗？你是不是答应我不和他联系了？但是每次你换新的手机号，你都会跟他。但是我们有业务往来啊，他给我介绍新的客户啊。行，我就问清楚啊，他有一个女客户，你觉得他们俩关系暧昧多久啊？他俩陆陆续续联系了将近1年，然后前段时间才真正的就是断了联络。这客户联系有什么呀？因为特别暧昧。其实我俩有些言语上的暧昧，但是你承认你暧昧是吧？只是言语上的啊，好。但是没有其他处。言语上的暧昧，那你把我当什么了？你凭什么带他跟你朋友一起去吃饭啊？那我算什么呀？那也不是因为你也有一定责任吗？你总是在家里面对我大吼大叫的，又打又骂的，说我滚，说我没用。那根本就是嘛！之前也是这么对我的。上学那会儿，我看上一个毛绒玩具，你攒了半学期的吃饭钱都不吃饭，然后给我买一个那样的毛绒玩具。那时候我家里面给我生活费啊。现在呢？我有钱。我们俩去逛街，我说我想喝新有时间那个饮料，10几20块钱他不舍得给我买，然后去买了一瓶矿泉水，告诉我夏天喝矿泉水凉快，然后解渴还健康。那现在我自己赚钱了，我知道赚钱的辛苦了，我知道节俭了。你既然给不了我也不要了，我就希望你多陪陪我。我不是在努力吗？周1到周日都在加班，一直加班，然后周6周天晚上打游戏，第2天我让你陪我去逛街，你不陪我，我只是想让你多陪陪我，有一些咱俩的2人世界而已。我不是上了1周班，我很累了，我想睡一个懒觉就不行，非要把我拽起来去逛街，我不信你还把我推下床。你和女同事中午出去吃饭就可以是吗？那是工作的需要。你有时间陪他，就没有时间陪我。到底是因为他跟女顾客暧昧，你来这儿了要跟他分手，还是他不陪你啊？他就是因为跟女同事特别暧昧，然后觉得那个女的比我好，比我能理解他，所以你提出分手了是吧？对，他好你就去找他吧，还跟我在一起干嘛呀？你跟那个女同事到底爱不暧昧？我俩是通过工作关系认识，一来二去的聊得多了，他可能有点喜欢我，然后就对我各种关心。我也跟他说过一些我俩之间的事情。
说他在家总是对我又打又骂的。然后他听了之后就告诉我说，现在女孩子都这样嘛，你多去体贴她，多去包容她就好。然后听了当时心里面挺宽慰的。其实说白了就是一对比，家里面这个是个野蛮女友，那个是一个温柔贤淑的女性。对，我觉得我脾气挺好的，已经挺能忍了。你们俩之间没发生什么吧？没有。你说没有就没有啊？话都是从你嘴里说出来，谁知道到底有没有啊？不是你一定认为他有吗？我觉得有。那天中午本来是想跟他一起去单位陪他吃饭的，然后我就突然发现他在那儿给那女同事又擦嘴又弄头发的，我就特别生气，我哭着就回家了。然后打开电脑，我无聊嘛，自己坐在家里，然后我就看着那聊天记录，什么我们认识的太晚，但是我会等你什么的。然后聊天说他又跟那女的说那个他又跟我乱发脾气了，求安慰，好想你之类的。他对我好只是他一厢情愿啊，我又没有什么。是不是？人家一厢情愿，你干嘛给人家擦嘴弄头发呀？那是朋友一种关心好。所以你现在希望跟他分手是吧？对。你什么意见？之前我也有好好想过，也确实发现我原来之前做的有些错，但我觉得他也其实也是有一定责任的，总是那么对我，一直没有改变过。你想不想分手？不想。一会儿好好过吗？对，会一心一意对他的。啊，好吧，老师们帮帮他们吧，看看你们怎么帮。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你觉得有纯真的爱情吗？有。你们之间是纯真的爱情吗？对，从高中就开始一直走过来。因为是从高中走过来，所以就是纯真的爱情。对，他是我的初恋。刚才涂老师说了，我们都有一段纯真过的爱情，你现在还有吗？有。那女的是怎么回事？那女的只是她的出现，这好像就不太纯真了，是不是？是，我确实发现其中有一些我做的不对的地方，但是我会改正的。什么不对的？不能跟她有些暧昧。弟弟，我跟你说吧，我直接说我的判断，我不信你说的话。纯真的爱情在你刚才的描述和你女朋友的描述中不存在了。其实问题很简单，妹子，就两条路，她犯了错了，你愿不愿意原谅她？男人有一次就有第二次，1年之内我给了他好多次机会，他太让我原谅他。我真的彻底改了，要不然我也不会上什么意思？我也不会上这次节目。男方是想挽回这段爱情的，对吧？对。你还是爱着这个女孩是吗？对，一直爱。我帮你问问女孩吧，女孩，我们先抛开出轨与否，咱先不聊。我先问问你，这个男孩是你当时心中那块宝，还是一无是处的一棵草？差不多吧。如果是的话，分手吧。但是因为刚开始他追我的时候挺不容易的，我好不容易喜欢上他了，对他依赖了，然后他却找了个小三儿，我就是挺想，就是能回到我们俩以前的那种状态。你期望什么？先问问自己，他是否在你心中还有位置？如果没有，尽快的放手，但是要学会怎么去爱一个男人。有位置。有位置，那你就要给他需要的尊重和认可，不是打骂。虽然你们是因为打骂而认识的，但是这绝对不能贯穿于你们的两个人的生活，否则一定是失败。外面有诱惑，如果你在内部没有一个拉力或者说一个吸引力的话，反而是推力去打他，那边随便几个温柔的眼神暗示就会立马投别人的怀抱了。一般人都是如此，何况这个没有自制能力的男人。怎么没有自制啊？我只是他对我在。你都说想人家了，然后还把这边受到的一些所谓的委屈向人家倾诉，你还叫有自制的男人吗？就算我脾气再好再能忍，但总也有爆发的一天吧。你爆发你就冲他爆发呀，你冲别的女人干什么呀？你犯了错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居然给别的女孩去抹嘴去捋头发，这些我确实错了。最后一句话，你们的爱情呢非常盲目和冲动，当时你们双双的辍学就是为今天埋下了隐患，所以说为今之计，一定要去充电，用知识武装自己。按说按照你们的年龄，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，结婚，或者是读书，但人的这一生，不能光说自由和权利，也要讲责任、义务和情感。如果说爱情是要把一个人拉低和自己平等，那我只能说爱不是爱，是虐待。就像一个人娶了一个漂亮的妻子，却非要把她搞得蓬头垢面，十分丑陋一样。因此读书充电对于你们来说意义非凡。我问你，如果分了手还待在北京吗？待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没脸再回去了。
因为没有脸再回去了。对，我既然出来了，当初放弃了一切，对父母造成很大的伤害啊。哦，我想在北京能闯出自己一番事业，出人头地。所谓的出人头地是一个怎样的计划？先把目前的工作稳定下来，发展更多的客户，能够有更多的经济收入，之后再去想其他的一些投资了或者什么的事情。我几乎敢断定，你和那个女孩子之间不只是暧昧，而是有真实的情感。一个男人如果真的是一心一意想着我创业就是为了给她好的生活，那么在创业的各个过程当中，尤其是在失落和失意的过程当中，自己的女朋友永远是自己的精神鼓励，而不可能去给别的女孩抹嘴巴、捋头发，这不可能。那时候确实，即便有偶尔的冲动，也会因为有半夜三更的自己的自省，而渐渐的惭愧而收手，而不是被别人发现了再收手。所以说，你的所谓的结束是被迫而为之。我就不跟你多说了，你犯的错，我认为因为年轻可以理解，但是今天站在这儿，就一定要坦然。女生，我跟你说，其实我觉得你的问题相对于她的问题来说是致命的。男人在最失意的时候是最容易出轨，因为在这个时候他非常的迷惘，他非常需要一个非常坚定、能够支持他、帮助他的女人出现。这个女人她爱不爱不重要，关键是这个女人能够认可她的价值，尤其是在自己的女朋友让自己滚，把自己说的一无是处的时候，有另外一个女人来认可她的价值，她就一定会出轨。第二，听男人说话，不要听他说了什么，要听他没说什么。男人有的时候撒谎往往是为了掩饰和避免争吵，所以当他说了什么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反其道而行之，去想想支支吾吾的话语之后到底有什么东西没说。也许你发现他出轨的事儿就比现在要早得多。第三，有些事儿是不能试的，你找一个自己的男性朋友装作自己的男朋友去给他打电话，是吧？来激他。没有，那是我的好哥们儿，他给我出的主意，就是替我打抱不平，觉得我受委屈了。一样的嘛，两边都有一样的，你一样会找自己的所谓的哥们儿来互诉衷肠。男人和女人没有哪个。但是我跟他不一样的是，我只是找一个演戏，他是玩真的。你凭什么说他就是真的，你的就不是真的？你凭什么说你的就不会延续成真的，他就不可能浪子回头呢？我告诉你，所谓的暧昧变成真情，只是一瞬间的事。从一个暧昧的眼神开始，以理解为基础，以结盟为彼此爱情的开始。你不是一个有爱情洁癖的人，所以我认为今天你们能成。但是我最关键的一点是，我想告诉你的是，男生，其实我刚才问你的那个问题，我很不满意。我说你分了手之后，你还留在北京吗？他的理由不是说我就是要在北京干出一番事业，他的意思是我没脸回去。你居然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才留在北京，所以说从心底里来说，没有什么真正的东西能够支撑他在北京撑下去，没有，你缺乏这样的力量。他就是我的力量，他是你的力量，你早知道你干嘛跟别人抹嘴捋头发呀？那确实。你如果天天念念不忘，他就是我的力量，你怎么会干出那样的事儿呢？而且一聊那么久，也确实失忆过一段时间。行吧，失忆的时候精神出轨。因为年轻或许可以被原谅，但是一个男人没有真正的精神支柱的话，永远不可能获得真实的爱情和美满的生活。就这样。其实我拿到这个选题的时候，我心里是挺不舒服的，因为我看到了一对高3的孩子为了一段所谓的爱情，他们开始过早的跨入社会，去体验社会的林林总总。其实我们3位老师的意见，不管其他的意见，我相信有一点是统一的。包括我们这个现场的所有的观众朋友，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人支持一对早恋的孩子放弃学业而私奔，因为这个行为本身就预示着这2个孩子放弃了自己生活必经的一个道路，这就是你们俩现在所做的事情。听起来其实很荒唐，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，还有一部分的小朋友这样去做，他们认为爱情是浪漫的，
海誓山盟，要给自己的爱情折腾一点事儿出来，就像你们俩一样。实际我在想，如果有一天你们能够进入到大学校园的门，在大学里面再开展你们的爱情的话，也许你会发现，这次的爱情或者叫这一段的爱情，又有了新的意味或者叫意境。你们应该怎么样共同来面对生活，可能是个更大的课题，比你们在这儿矫情爱和不爱可能要重要。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，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这一路走来磕磕绊绊的，我觉得你也放不下，也不想失去这份感情。其实我跟那女孩真的没有什么，真的希望你能够原谅我。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，其实我也挺放不下的。毕竟在一起的时候那么不容易，你追了我1年多，现在马上你工资也快涨起来了，也快过好日子了，但是你却弄出来一个这么，就是每天都是打打闹闹的，我也受够了，我不想在争吵中度过。我真的没有再跟那女孩联系了。我当初来北京就是为了咱俩能够好好走下去。但是你跟那女的在我心里边已经造成阴影了。1年之内我给了你很多次机会，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再相信你了。我怕再给你机会，你还会伤害我。我来这里就是让大家证明，我真的我会对你一心一意的，是在乎你。你再相信我一次。人家都说男人出轨有第1次就有第2次，我觉得我真的不知道我自己能不能再相信你，我不想让自己再受伤。好，时间到。唉，又绕回去了吧？回去吧。好，来，请关门。男孩子说：“我为你放弃了学业。”女孩子说：“你背叛了我，我真的不能原谅你。”嗨，读懂生活吧。各位，请拿起手里的表决器。看好他们吗？他们会在一起吗？来，各位，在一起选赞同，不在一起选反对。来，各位，请选择。今天现场的观众倒是比较纯粹，啊，100%都不看好啊，这真的不能在一起。什么原因呢？这个还真得问一下。为什么反对他们在一起？我觉得真的是女孩说的那个，男人有第1次就有第2次。您呢？我选的也是反对。啊，这我们知道，为什么反对呢？因为我觉得他要是改的话，他之前就会改了，不会这样一次一次在伤害女孩。嗯，所以你们觉得不能原谅？对。啊，好，谢谢。您呢？您是怎么选的？我觉得他们可能还是太年轻啊，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呢，再增加一些阅历，再往前再走一走。您什么职业？我是老师。听出来了，说的真是教育人的话哈，太年轻了哈。好，谢谢啊，谢谢老师哈。各种看法、各种观点都有，汇集在一起就是不看好，会有奇迹吗？一起数5个数，来，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来，我真没想到他能走。翻篇就翻篇了，前面路还得好好走，不是为了气别人，而是活出自己。回去吧，谢谢你，回吧。看起来我们是在说爱情。